但是我后来一想，发现自己工作中的经历接触到的那些台湾人，他们的竞争力其实也很强。然后有在聊天的过程中，他就跟我说，还好是在台湾带小孩，如果这个情况回到大陆生活的话，真的就不知道这个小孩要怎么去安顿了。他现在小孩是可以去学校的就是普通的学校，跟大家一起上学。在经历过这样4年带孩子的生活，我真的还蛮庆幸当时来台湾生活这个决定。我瞬间真的觉得那种感觉很难去表达，到底是自己委屈，还是觉得自己做的不那么好，不够完美，就抱着壮壮在那里痛哭。我就跟他说，爸爸骂你也是很爱你的，最难过的时期就是拿个枕头捂在脸上大声的叫。Hello， 大家好，我是煮菜的奶爸狗狗，来自上海，因为爱情嫁来台湾，因为家庭和孩子选择留在台北生活。原本是一个广告设计师，现在是2个小孩的全职家庭主妇，时不时分享一些在台湾的日常影片。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有记得的话，我在今年上半年有做过一支影片，我在里面又是欣慰，又是感动，又是心痛。当时我就很感动，那整体过程真的让我很感动，我真的很感动，真的超级让我欣慰，让我真的很感动。真的是很心痛。就是我有分享了在家长观察日第一次去学校观察儿子在学校里做一些什么活动，他的成长让我感到很欣慰，而且他的懂事让我真的非常感动。后续还分享了一些当时社会上一些虐婴的事件，让我很心痛。那前不久呢，又是本学期的家长观察日，那我又再次去到学校观察儿子在学校里的发展，没想到这次依然也让我很感动，就是觉得他从最初去了一所不那么好的学校，去了3个半天，然后被那所学校的老师建议带去做过动儿评估，然后到现在的学校变成一个非常稳定、非常守规矩的小孩。也不是说自己的小孩自己在夸他，但真的让我觉得他的变化非常大。当天去到学校之后，看到他在玩一个立体的积木，它上面是以颜色来区分做拼图的。那个积木在我看来其实还蛮难的，需要一些空间想象力。但是后续跟老师的聊天过程中，发现他已经对这个2层的这样一个积木已经很熟练了，渐渐的开始往3层的发展。而且他今年也是从幼幼班升到了小班，开始有作为哥哥的意识，经常会言传身教教学相长，去帮助一些比他年龄更小的小朋友要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甚至在吃东西上面也有非常大的进步。就是他以前吃东西还蛮挑食的，这样不吃那样不吃，然后在学校老师的引导下，同学的榜样下，他就开始会尝试一些新的食物，像什么白萝卜豆腐冬瓜他都有开始尝试，而且现在开始喜欢吃肉了，真的让我觉得非常满意。而且在跟老师的交谈中，我发现这所学校的教学理念也好，是老师的个人经验也好，就是真的非常用心。他们有一项工作，就是发出一个指令，让小朋友去比较远的地方拿一样玩具或者是教材回来，然后会观察这个小朋友一路走过去的途中会不会被其他小朋友手中的玩具所吸引，然后忘记自己的目的，就以此观察一个小朋友的专注力以及记忆力这些方面的发展。这样的小细节真的让我觉得就是哪怕我在家很用心的对待他，但毕竟没有相关的幼儿教育的经验，不会注意到这种方面的细节。其实现在一路回顾，我觉得真的还是蛮感慨的。就是我来到台湾差不多4年时间，大部分时间都在带小孩。像我去学校接壮壮，认识的都是一些阿公阿嬷，大家都会打招呼，都已经认识我了。然后像我带妹妹去亲子馆的话，看到那个留资料的表格里面，性别那一栏基本上都是女性，只有我一个勾男性。那就是熬一熬嘛，其实已经可以看到出头天了。也就是妹妹明年也可以送去幼儿园，我可以回归职场了。但是怎么说呢，一早一晚的接送还是时间受限蛮严重的，就是看到时候具体找工作的情况了。虽然说我觉得我们家2个小孩真的已经很乖了，但是在带孩子的过程中还是非常多的辛酸历程。像一开始有壮壮一个的时候真的还算好，而且那时候因为果果差不多是连着怀孕，所以一直在休产假，他在家里一直有在帮我，所以那个时候真的还算非常轻松的时期。直到有了妹妹出生后，
真的是一段非常艰苦的历程。就是妹妹刚刚出生，她的肠胃发育没有非常好，所以那个时候就差不多2个小时喂一餐奶，然后一餐奶差不多就要喝2个小时，就是这样连续不断的在折腾父母。那时候还有一个并不那么懂事，甚至还不会说话的壮壮要照顾，就是晚上我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差不多大半年都没有睡过一整晚的整觉，甚至早上5、6点钟就要起来喂奶。当时真的跟果果熬得非常辛苦。那后来呢，果果回归职场，变成我一个人的有一段非常痛苦的时期，也就是妹妹当时也还小，虽然壮壮去学校了，我一个人带妹妹，但是妹妹当时很小，我做菜的时候，她就在那里不间断的哭，哭个半个小时、1个小时，哭到我真的是心烦意乱，真的非常，整个人可以说非常暴躁。最难过的时期就是拿个枕头捂在脸上，大声的叫，就是真的是那种歇斯底里的感觉。所以说怨气怨妇，就是真的是在家里带孩子做家务的人才能体会到身体里会产生这样一个负能量，然后你又没办法对那么小一个小孩去苛责啊，去发泄啊，真的是非常难熬的一个时期。那个时期脸上发满痘痘，当然现在也是有很多痘痘在脸上，就是还继续在熬的过程中。那个时候真的看到有一些人会说你怎么不用去上班啊？带孩子好轻松啊，你好开心，我好羡慕你啊。看到这样一些人的评论，我真的会发飙。你是不是没有在家带过孩子，没有在家做过家务，觉得在家带孩子不用去上班就很幸福？我真的很羡慕可以去上班的人，你们有上下班通勤可以放空的时间，有带薪拉屎的时间。像我在家里如果想上个厕所，都不断的要跟妹妹说你等一下，爸爸等一下就过来，你等一下，爸爸在拉屎。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在带孩子上心态也不那么成熟，我带孩子真的还蛮纠结的，就是孩子不乖我会很生气，有时候在家里玩看到地上玩具乱成一堆会非常生气，然后他乖乖的收玩具我又觉得非常心痛。一个小孩为什么会这么乖他的天性其实就是爱捣乱，爱把玩具丢成一堆的，然后他乖乖的收玩具，是不是有在违背他的天性呢？真的让我觉得自己带小孩很纠结，这个心态就是还要慢慢适应。还有一段时期，壮壮吃饭非常不乖，他什么菜都不愿意尝试，只吃白饭。然后我每天做饭做得很辛苦，做菜做得很辛苦，他什么都不吃，我就非常生气。那个时期真的生气到会拍桌子说：“你不吃就给我滚下去！”就到这么严重的程度。有一次就是他首先在外面玩，本身玩得很累，我一个人要带2个在外面玩。他们在外面玩的时期，我真的是眼观6路，耳听8方，就是顾着这个要时刻关注着那个，非常消耗精神和体力。然后回到家要安顿他们洗手换衣服。壮壮那个时期是不断的连环炮，问为什么，什么都要问为什么。然后我耐心的跟他说了之后，到吃饭的时间他又那样不乖，我真的生气到要爆炸整个拍桌子，整个人状态非常差。但是后来他不吃了，我让他下去之后，他玩一玩玩具，突然想起从书包里翻出一张卡片拿给我，上面写着爸爸我爱你。当然这个是老师写的，就因为那天是88节父亲节，他拿给我，然后跟我说爸爸我爱你。我瞬间真的觉得那种感觉很难去表达，到底是自己委屈还是觉得自己做的不那么好，不够完美，就抱着壮壮在那里痛哭。我就跟他说爸爸骂你也是很爱你的。真的那种感受真的可能只有带过孩子，我也不知道带过孩子会不会有我这样的心态，就是又嫌他不乖，然后他乖的时候又觉得很心痛为人父母真的是太难了。然后呢经历过这样4年带孩子的生活，我真的还蛮庆幸当时来台湾生活这个决定。其实也不是说来台湾生活这个决定，当时想先来台湾一段时间，然后可能会2头，上海跟台北2头都住一段时间。后来就是因为碰到疫情没有办法回上海，也是可以说感谢这个疫情，让我就这样一留在了台湾，让我觉得在台湾带孩子真的帮我减轻掉很多的压力。就是像我过去在影片里所说的每个月有那个育儿补助的津贴，然后台北每个区有免费的亲子馆，非常
宽敞的场地，我在里面带小孩玩，真的整个人非常放松，不要时刻关注他会不会被车撞到啊，被什么大人碰到啊，那里都是非常安全的一个场所。然后还有非常多街头随处可见的小公园，可以带他们去玩放电。然后带小孩的过程中也碰到过不少陆配的家长，真的一听口音就可以听出是大陆的家长。还比较常见到的有一个家长，他的小孩是有一些雅斯伯格，然后比较不受控。我真的还蛮心疼这个家长，那个小男生活动力很充足，精力很充足，然后又不受控，那个妈妈很辛苦。然后有在聊天的过程中，他就跟我说，还好是在台湾带小孩，如果这个情况回到大陆生活的话，真的就不知道这个小孩要怎么去安顿了。他现在小孩是可以去学校的就是普通的学校，跟大家一起上学。在大陆的话，这个情况真的只能自己在家里照顾小孩了，甚至到以后小学什么的，我都不知道这个小孩会怎么安排。我觉得他应该跟我一样蛮庆幸是在台湾带着孩子。那其实在我决定让小孩在台湾生活之前，我也有过一阵纠结，就是我觉得上海的学业应该更繁重一些，但是相应的以后竞争力可能会更强一点。那相对台湾就是比较轻松一点，上学比较轻松。但是我后来一想，发现自己工作中的经历接触到的那些台湾人，他们的竞争力其实也很强，他们的整个水平业务能力并不会比上海人差。所以我觉得好像在轻松的环境下，这样的一个教育经历也不至于到没有竞争力。所以最终还是让我决定小孩就在台湾生活好了，轻松一点，有个比较愉快的童年。那我也有在网上看到同样身为陆配的人在问他是说台湾幼儿园的教育 OK 吗？我看我同学在大陆的幼儿园开学仪式感都很强，也有很多集体户外小活动，比如老鹰抓小鸡那种。我家在台湾这边上，感觉什么都没，有点心毛毛的。我总感觉在大陆学的东西要多，台湾好像比较随性。也是有一个家长提出这样的顾虑。那然后呢，他下面有一则回复是说，我在大陆台湾两边都有在幼儿园工作，台湾的孩子幸福度高，学校更注重孩子的心理跟成长以及基本能力的建构大小肌肉发展、自我照顾等，尊重孩子的发展，真的把孩子当人，在孩子小的时候打地基，把好的品格习惯带给孩子，这些才是最重要的。台湾孩子比较能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因为环境提供给他们安心，所以就会自在。当然台湾地小，很少幼儿园有那么大的活动场地，但台湾幼儿园会结合社区，我们会时常带孩子到附近公园游玩。大陆的不敢，台湾的会教孩子保护自己的原则，而不是圈养起来。当然这也是现实场地问题，孩子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公园，大家规划好再一起出发。我们也会根据课程安排，带孩子们参观活动中心的画展、图书馆等，把教育落实于生活。我觉得他说的蛮客观的，就是台湾真的是相对虽然学校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场地，但是整个学校外面可能都是学校的场地。那中国或者说上海就相对比较封闭一点，整个在校园里活动，虽然校园里场地也够大，但是相对的接触面就比较小。下面还有留言说，往10年后看吧，不得不承认台湾的孩子幸福度更高。有人问是哪方面幸福度往10年后看，会发现台湾的孩子更有自己的想法，更有勇气的生活，自在且快乐，做他们年龄该做的，而不是一直在卷。大家又提到了卷这个词还有说因为内地很卷，必须卷，必须丰富，必须比拼，彼此竞争，你想要回去卷一卷吗？还有的说台湾上学轻松一点，大陆上学压力很大，都是精英。那有人说学习精英不一定能力精英，确实没错就是其实各方面的能力都很重要，并不一定学习卷到成绩好才是精英。然后有一个人说徐州的小孩幼儿园已经可以做一手好饭菜了，台湾的教育是爸妈应该会担心烫到受伤这类，然后投诉媒体。我觉得在幼儿园做一手好饭菜很重要吗？并不一定，他可以去尝试，但并不一定要做一手好饭菜。像我们北投亲子馆，它就有一个亲子厨房，虽然壮壮现在年龄还不符合要求，但是我想以后他也有机会在幼儿园年龄阶段去体验做菜的过程，并不要做一手好饭菜那么夸张吧，很多大人都做不了一手好饭菜，对不对？还有一个人我觉得他说的很现实，就是幼儿园开始各种给老师送礼，对父母都没那么用心，好不容易熬到初中了，买了个学区房，
全家去陪读，这样你觉得很好就赶快送回去吧。也是说到卷的问题，就是学区房嘛，大家都要去好的学校，就必须在学校周围买房子，那个房价真的是跟它的面积完全不成比例的。到这个阶段可能就已经不是卷小孩的学业了，是卷家长的经济能力了。那像最近随着我儿子渐渐长大，我也去让他参与了更多体验课程，像是蹦床还有滑轮这样一些体验课程，可以看看他对这些运动是否有兴趣。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比较良性、比较欢乐的童年。我希望是给他这样一个轻松的童年就该有的童年。好了，说完自己的儿子女儿，要说说别人的女儿。我想说什么呢？就是最近看到新闻上，台湾的女儿林玉婷又再一次被英国的一个拳击联赛好像质疑性别。我真的觉得无稽之谈太厉害了，就是她已经参加比赛很久了，不是刚刚出道去参加比赛，为什么那些联赛他们都要一次再一次的质疑呢？我觉得对他来说，受到这样一些非议，真的是心理抗压能力要很强，我真的很佩服他。拿我自己做 YouTube 受到的这样一些小小的网暴来说，跟他一比真的不值一谈，我真的非常佩服他，也非常有一些心痛他，就是明明已经在奥运上拿到了金牌这样一个运动选手，作为台湾之光，台湾的女儿，却在国际上其他赛事还要受到质疑。我真的希望他的上层或者是整个台湾的体育局能站出来挺他，去交涉也好，去抗议也好，真的对他来说太不公平了。我觉得他真的太不容易，我这里真的是希望能为他加油我会全力挺他这个台湾的女儿林玉婷。好了，那我这一期就是感慨了一番，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